42%。同一座炉子，只是让你站住煮饭时背后，不再对住一扇会突然开的门，10年下来，厨房意外烫伤就少了快一半。你以为这是手脚不够利落，其实是你的身体每天都在偷偷分心。老祖宗管这叫开门见灶，说会破财伤身，你可能觉得这太玄，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他们看到的东西是真的，只是当年没人有科学的名字能讲清楚。你想一个画面，你站在炉前，火开住，油正热，而你背后那扇门随时可能被人推开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那种厨房里，你总是煮得特别急，特别毛躁？这支看完，你今晚回家站到自家炉前，不用买任何东西，30秒就能验出你的厨房是在帮你还是在拖你。杭玄书探头吐槽嘞，这不怪你，怪当年画格局的人从没问过你的背。但真正让人坐不住的，还不是这扇门吗？哈洛，我是不带罗盘的风水师王旭宁哟。而在这个频道，我只做一件事，把老祖宗的风水翻成你听得懂，今晚就能自己验的环境心理学跟空间科学。我不卖符不吓你，我们是一起来验格局，不是我来教你怕。如果你也想知道家里那些说不出哪里怪的地方到底在搞什么，点个订阅，敲一下小铃铛，接下来这3派的吵架会把整件事吵得清清楚楚。我先让科技派开场，他们不谈吉凶，只谈你的眼睛跟大脑。有研究指出，人在做精细动作时，如果背后是开放不可控的空间，视觉系统会不自觉拨一部分注意力去后方扫描，叫做后方威胁监控。问题是煮饭本身就是高风险精细动作，热油、利刃、明火。当你的大脑同时要顾炉火，又要顾背后那扇门，留给手的专注就被偷走了。你不是笨手笨脚，是你的注意力根本没有全部留在锅里。让科技派再补一刀，他们做过对比，同一个人同一套刀具，只是把工作台转个方向，让它背靠墙面向门口操作，失误率明显下降。原因很单纯，当背后有靠，视野能涵盖入口，那块一直在加班的警戒脑区终于可以下班，专注力全速回到双手。所以开门见灶会出事，不是炉神生气，是你的大脑在一心二用。科技派封印这一段的名词叫做注意力残余，被背后偷走，回不到锅里的那一块专注。幻形沙派上场，他们讲的是极端到让你起鸡皮疙瘩的真实案例。我认识一个开了20年的小吃店师傅，后厨的炉子正对一道每天上百次被推开的后门，他左手前臂从手腕到手肘，一道一道全是旧烫疤。他自己说，每次出事几乎都是同一个瞬间机，背后门一响，他一回神，热油已经泼上来了。他以为是命，是这行的勋章。O型沙派说，不是命，是那扇门每天替他倒数，只是没有人告诉他，他可以把炉子转个方向。O型沙派讲第二个更毛的，一位在家接案的烘焙者，厨房门对住走廊，家人小孩猫随时穿过。他说他最怕的不是烫到，是那种一直裹住的感觉 Z， 背后只要有一点动静，他的肩膀就会猛地一缩，手就抖。他做了3年，焦虑到后来，
不敢再有人在家时开烤箱。老祖宗说，开门见灶心神不宁，你以为是吓人的话，其实精准到可怕。他们早就看见了那个一缩肩膀的瞬间，只是当年只能叫他杀。为什么会缩肩、会抖、会焦虑？行杀派把科技派的机制接成了画面。人类几万年来在火堆前进时是最脆弱的时刻，你低头，你双手忙，你被火光照亮成全场最显眼的目标，背后一旦是看不见的开口，身体会直接判定这是高威胁姿势，自动上镜。这不是迷信，是刻在身体里的旧本能。行杀派为这一段封印的名词叫做背向暴露焦虑 backdoor effect， 背对住入口，身体先替你焦虑了。趁现在轮到财务派，他们最现实，只问一句，这关我钱什么事？关很大。你以为开门见灶破的是玄学的财，其实破的是看得见的钱。长期在背向暴露下煮饭的人，出意外的几率更高。一次烫伤的医药费，停工复原，动辄上万，再加上那种长期搏住的焦虑，会让你煮饭变成一件想逃的事。于是你开始天天叫外送。财务派说，真正在烧钱的从来不是炉神，是那扇门带来的一笔一笔你没记账的隐形支出。财务派把账算给你看。一个怕进厨房的人，一周多叫5次外送，一年就是多花好几万，再算上一次意外的代价和长期焦虑拖垮的睡眠跟工作效率，10年下来，这数字大得吓人。而对面那个只是把炉子转了个方向，背靠墙面向门的人，他什么都没多花，只是把那福突剩的意外风险跟那笔隐形焦虑税直接从账本上划掉了，改一个朝向不用1毛钱，省下的却是真金白银。你可能立刻反驳那是因为那些人本来就笨手笨脚才出事吧？不是，财务派拿出最残酷的一点，越是老手，越是天天进厨房的人，被这个背向暴露偏误得越久。因为老手动作快，自信高，更容易在背后门一响的那一秒内走险。这不是个人粗心，是你被重负铺在一个身体永远不肯放松的位置上，所以老祖宗才说这是格局问题，不是人的问题。他们只是把统计上的重负写成了4个字：开门见灶。三派吵到这里其实是同一件事。科技派说那是被偷走的注意力，行杀派说那是刻在身体里的背向暴露焦虑，财务派说那是你没记账的隐形支出。老祖宗一句开门见灶钱财多耗，把这3层一次说完，只是他没有这些名字。所以我从不说风水是迷信，我只说他们看到了真实的现象，却被迫用玄学的语言去描述，而我们今天只是替那个现象补上它本来就该有的科学名字。你可能在想，那我家炉子贴住墙，后面没门，是不是就没事？不一定，真正的关键不是有没有那扇门，而是你站在炉前那个位置，你的背后到底有没有被看不见的动静偷袭的可能。背后是穿堂走道，是会有人突然出现的转角，甚至只是一面大镜子，把门口反射给你的余光。身体都算它是开口，所以验的方法很简单，站到你平常炒菜的位置，
问自己一句：我背后这块，我控制得了吗？但真正让人坐不住的反转在这里，就算你今天没办法砸墙改格局，你也能立刻把这 40% 抢回大半。因为身体焦虑的从来不是门本身，而是你看不见控制不了。所以谢法不是非得把炉子搬走，而是想办法让你站在炉前时，后方变得可控，可被你掌握。下面3件事，没有一件需要动工程花大钱，但每一件都是直接对住你的背向暴露焦虑去拆。今天回家你就能验就能改。今天3个可执行重点，记好。第一，改朝向能转，就把炉子或你站的位置调成背靠墙面向门，让视野涵盖入口，这一步效果最大。第二，补后视镜做不到改向，就在炉前挂一面小镜子或选反光的抽油烟机，让你余光就能看见背后的门，把看不见变成看得见。第三，锁动线因煮饭时把那扇会突然开的门固定半开或装个铃，让有人靠近时你提前知道，身体就不会被偷袭。3件事对的全是同一个东西，背向暴露焦虑。所以记住这个词，背向暴露焦虑。Back-to-do effect， 你站在炉前的背后视野决定了你会不会焦虑，会不会分心，会不会替那扇门默默买单。今晚回家站到你的炉前，回头看一眼你的背后，然后留言告诉我，你家炉子背后到底是什么？是墙是门，还是一条让你说不上来哪里怪的走道？如果这只帮你看懂了那股莫名的毛躁，点赞收藏，分享给那个总在厨房手忙脚乱的人，我们下一支继续把看不见的格局翻成你能验的科学。